搓条、小纱圈、大纱圈、本甲刻模头、刻模结果与应用场景分别是怎样的？这是海绵抛在甲面上的划痕，它的划痕是非常明显的，且嵌入到甲中，这说明它的晶体是比较锋利的，每片区域只需抛一下即可。还记得吗？单向单刺创造划痕，这个是小号纱圈刻模的痕迹，可以看出划痕明显，但没有嵌入甲中。这个是大号纱圈刻模头的甲面划痕，它跟小号纱圈刻模痕迹一样，并不会深入到甲中，只是打毛甲面。本甲刻模头是金刚砂黑标，它的同样也是打毛甲面，不嵌入甲中。刻模转速全部都是4到5000转，模仿搓条行动轨迹，超过该转速会把划痕抛光，就没有附着力了。看了上面的操作，你知道保软甲需要选择什么刻模吗？保软甲要选划痕明显、嵌入甲中的晶体锋利的海绵抛。因为划痕不嵌入甲中，底胶无法产生强大抓附力，保软甲经不起2次分离带来的撕裂伤。大号纱圈适合延长甲片，连同本甲快速刻模。口袋内够不着的，用本甲刻模头找补3边。小号纱圈用于常规本甲快速刻模。然后，当任何工具刻模完大面积够不着口袋里面时，都可以用本甲刻模头找补3边。只有它不会磨滑口袋内皮肤，它也适用于健康的非保软甲的快速刻模。刻模只是创造划痕，不是磨薄本甲，因此只能单向单刺，不可以反复打磨。记住，保软甲要用晶体锋利的海绵抛。甲背被磨薄了，这是因为齿轮的打磨头像卸甲头一样把甲背给卸掉了。尤其是细腻的齿轮，你做皮肤还可以，但是不能磨本甲。看甲背上的竖向纹理看不到了，左边是有效刻模，因为有划痕，同时甲背的竖向纹理还在；右边无效刻模，因为没有划痕，无抓附力，同时还把甲背削掉，本甲磨薄。刻模头一定是磨砂的，而不能是齿轮的。要模拟搓条使用方式，牢记。单向单刺创造划痕，本甲刻模头适合于非保软甲的大面积刻模，或者辅助纱圈或搓条口袋内部以及3边够不着位置的细节刻模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转速4到5000转，超过该转速会把甲面划痕抛光，这样就没有抓附力了。像这样的老茧，硬茧打磨头打薄后，用本甲刻模头抛平滑，那是真的很香。你看，咔咔掉灰，一头多用，方便快捷。本甲的横截面分为甲背、甲中和甲腹，其中甲背和甲腹是最薄的，是竖向纹理生长；甲中是最厚的，是横向纹理生长。纵横交错的网状结构让我们的指甲既有韧性又有硬度。正因为支撑力最高的部分是横向生长的甲中，所以横向的刻模可以将划痕嵌入到横向生长的甲中里，同时不会打碎生长纹理，牢固度也会更好，不然就会像切碎了的豆腐一样没有了抓附力。正确的刻模是利用晶体锋利的高弹海绵抛，创造明显的划痕嵌入到甲中当中。看，划痕明显，甲背的竖向纹理依旧还在，这说明正确的刻模是不会磨薄本甲的。而明显的划痕可以与底胶产生强大的抓附力。但是我们最经常听到的一句打磨至无反光点，让很多人误以为刻模是反复打磨操作，反而把创造出来的划痕给磨没了，就变成了一个光滑的雾面。它是没有反光点了，同时它也没有抓附力了，底胶没有了可以挂得住的划痕，也就容易产生分层了。正确的刻模应该是单向单刺创造划痕，不可以反复打磨。当然也跟海绵抛的晶体锋利度有关系。你能看得出这2个海绵抛的刻模差距吗？你能感受到它们的区别吗？同样是单向单刺，左边的是明显的划痕，右边的划痕却没有力量，无法抓附底胶。但是也不能用斑马锉等粗的锉条去刻磨本甲，会把甲面给磨毛，会产生很多的颗粒，会使得底胶浮在表面，不易嵌入到划痕当中去，无法达到强大的抓附力。因此总结刻模的关键在于不磨薄本甲的状态下，单向单刺创造明显划痕，底胶嵌入划痕产生强大的抓附力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纱圈的使用方法。首先最简单的就是用它来做刻模，一个是本甲刻模，一个是甲片刻模。本甲刻模和甲片刻模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，唯一一个区别就是本甲刻模的转速必须是低转速，我们不能磨薄顾客的本甲，我们只是需要创造划痕。刻模的时候，我们的打磨机的转速只能开到4啊，高转速就会磨薄顾客的本甲。新的纱圈我们可以做一个开纱圈的动作，打磨机开机的状态下，轻轻的去蹭前头的这条边，只是最面上的最尖尖的这条棱就可以了。关机来看一下，就是最前端的这条棱，把它给打磨到没有磨屑力的情况下，就不会磨伤顾客的皮肤。好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操作本甲刻模的一个角度。
清洁干净甲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整体靠近皮肤的地方我们都刻膜到位了，但是我们没有磨伤顾客的皮肤。然后关机的状态下，我再给大家回顾一下角度啊，看到靠近皮肤的地方，我们是稍微大概是抬起15度角的状态去贴我们的根部，然后剩下甲面的地方不靠近皮肤的面积范围内，我们基本上就是整个打磨头躺平在我们的甲面上来创造划痕。眼睛看到操作面，磨过的地方不要反复打磨，只要留有划痕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粉标的新品的小沙圈头的刻膜细节。然后呢，甲片刻膜的话可以重复利用，但如果你把它当做甲面本甲甲面专用的刻膜头的话，建议一刻一换，保持卫生管理。